嘿，你们好哈！今天来短的来占卜一下新恋人的一些资讯哈。那今天的主要寻找的趋势啊，寻找的讯号就只有这两个点，一个是他在哪里啊，他的现况，还有他的一个性格的分析哦。好，那这是今天的两张牌哈。那给你一点时间。好，如果你想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哦。好，那我们不啰嗦就开始了。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组的朋友开始。来，我们来，今天就看两个位置哦，一个是他的一个性格问题啦，然后再来就看他现在在哪里哈，他现在在哪里？来，好，5张来看他现在在哪哦。直接翻哈，我们就不，除非有一些比较特别，我觉得没有什么讯息的时候，我再补看哈。来，简单说就是他的现况，好，他的现况，他在哪里？好，你们可能会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面，然后遇见哈，然后一些阻力，然后再来大概的时间，哦，就这样，就这5个东西。那他的现况来说，他现在有一些，我觉得他现在有一些困难了哈，所以以一些困难的状态来说的话，我觉得他要往你这边来的节奏可能会放慢，哦，放慢。那他应该会在工作的范围里面与你相遇。我觉得在工作范围下，可是他现在的状况应该会以一个比较新的角色来，就是可能会在公司是你的新人然后或是一个从来没有跟你们公司合作过的人，一个新的角色、新的业务啊，或者是新的案子，或是你们公司跟别的新的合作，反正它是一个新的角色会出现。好，那我觉得从这里再到这里，我觉得他现在有一个状况了哈。就是应该他现在正在一个决定要往你这边过来的，就是说他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要影响他接下来的一个行动了。那大概一个就是换工作，然后第二个就是新的案子要起来，现在就在为这个东西在做准备。那当时一准备出现的时候，这准备好的时候，他要往下一步往下走的时候，他就会在你的视野里，在你的范围里成为一个新的角色的出现哦。这3张牌所给的东西是这样。那这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的是，他用力量牌来呈现一件事。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就会有非常明确的在意跟存在感。你会蛮在意他的行动，你会蛮在意他的，就是他很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不一定是他的外在或什么，你就是会非常想要特别关心他，想要看到有没有事情需要帮忙，你总觉得他很需要你。哦，这份底下有一个很重要的连接会跑出来。那至于我觉得阻碍来说，就是时间啦。这件事情到这里，我觉得它没有快到是立即就会发生出来的。尤其在这里又是女祭司牌，我觉得如果这个位置是现在，那这里是他将要进行的事情的话，我觉得现在是停滞下来的。停滞下来之后。停滞下来的这个时间，就是这里，其实就是这里的扩大，所以这一个东西正在发酵中，它还在停滞中。要进入到这里，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啦，哈。那我们用牌子来看一下，从你现在看的牌子到现在，大概会是多远的距离哈？我们捕捉一下讯息可能给的一个方向哈。来，我用2张牌，我通常都用2张牌来确定一下2种方向。来，它放出来。看一下哈，金币，我们先看金币5哈，想一下哈，这个位置算是金币算是5，首先金币5本身的位置哈，它又再加强了一次的所谓的远方跟距离啦哈，但是我是比较想要再确定一些更细致的时间上面的问题啦。我这里算是吧，算是我觉得如果以现在来看的话，以我现在算牌的时间来说，它大概说3到4个月之后，它这件事情才会比较多的一些改变了哈，在一些比较改变，它才往这边再出发，这是一条线哈。那另外一个的方向应该是会半年。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跨区来说的话，就4个月到半年这段时间，它才开始往你这边移动了哈。这个新恋人的讯息，好，大致上是这样，你可以期待一下。
当然啦，当然这是这里捕捉到的一个范围啦，可是你要记得你可能不一定是只是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看我们看的这个时间它都有一个无时间限制嘛，有些人他可能看到这个的时间不是现在他可能是几个月之后，他就会离我这边捕捉的东西会再近一点，他就是有这个跳跃。但是如果你是今天现在这个看的话，就是我今天拆完这个牌之后，然后你是明天我施作之后你就看到的话，那大概就是这个范围里面，大概这个范围里面，但不急，因为现在他的状况很重要，然后你可以讲，因为他这个状况他的进步跟什么，如果你常看影片的话，通常我都会跟你说，他这个要升那这个进阶。对你对他都很重要，因为其实以现在他来讲，他现在就算在你旁边出现，你也看不到他啦。因为能量没有对等，所以在某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现在还跟不上你要在他更完整、更好视野，不是说他的能力或是什么配不上，不是，是他现在能量上各方面，你们两个的连接、效率各方面，我觉得还不够强，还没有强到说一看到的时候，就我这边力量牌能量一出来就能够看到彼此对彼此很重视的那个能量是没有，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出来，所以必须要从这边再做一个调整，然后尤其这个位置是非常客观的。绝对客观、绝对光明的角度告诉你说，现在是在整理中，现在是在整理中，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希望你耐心等待哈。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上面的哈。来，我们今天的就比较简略，所以我翻4张好了哈。好，来我看这个人哈，其实他有一点点。有点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哈，所以他为了要去满足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个好的自己，所以他会非常督促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还蛮高的，对自己的要求还蛮高的。你说他会在意被影响，我觉得他蛮会的哈，所以他其实有一点点。这方面有一点点太完美主义哈，所以你跟他相处过来的时候，他可能会对于别人的意见会被影响很多啦。这方面可能他还蛮，我觉得这方面他应该会比较脆弱一点点哈。那又因为他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去的方向、想要去挑战的事情有点难，所以他的个性会在这2种东西在折磨，一直需要别人对他肯定，可是他又想要做很难的事情。其实他可以做一些比较保守的事情，不需要受到这么大的批评啦。就有点简单的，就是说他在网络上可能不需要发文发一个非常容易被别人攻击的事情，可是他就觉得那件事情是对的，所以他就必须要发一些文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可是他下面的留言就会有非常多的攻击，那他就要在这种事情要斟酌。其实他可以选择不要去做，他就不需要承受这么大的挑战跟外界的人对他的批评，所以他的个性一直在这个部分一直在督促自己在慢慢的成长，所以他是的心智会慢慢的变强。其实我没有说这件事情不好，而是说他的练习、他的磨练是从这个角度出现的会比较多哈。那再加上呢，虽然他面对这么多事情，可他的情绪是稳定的，这件事情是很优秀的。他对于很多的声音或什么，我刚说他很在意别人的话，他会被影响，可是他都是以一个比较正念这样的方式去让自己变得更好了。因为他各方面他的情绪，我觉得因为他有非常高度的理解，他很敏锐，他也有一种很同理心也很强，所以他也知道别人对他的批评有很多的角度跟背后的故事，不一定只是针对他的人去做攻击，他会去理解这个部分哈，他不会什么事情都会以一种受害者或是受攻击的方式去想这件事情啦哈，所以他情绪上面真的很稳，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接得住你各种情绪好，那我再看一下这里，要是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还不错。他在爱情上面的话，他会跟你维持在一个非常友好友善的状态，他会跟你变得非常有弹性。如果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纷争啊，有一些妹妹嘎嘎碰撞的时候，他通常都会以一种非常有爱友善的角度去解决，他不会针锋相对，他也不会花时间一直在为自己说话，他会去就像我刚刚这里讲的，他会花很多时间去理解你的处境，然后去倾听你的东西。所以未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很多事情都可以就这样跟他讲了，因为我觉得他算是接得住他算是接得住。然后在某方面来说，从这里其实遇到他虽然说你们应该会进入恋人的状态，可是大部分的情况你会觉得他是你一个非常好的知心好友，即便未来没有在一起或者成为家人的时候，你对发现说你很多秘密都是可以跟他讲的，好像你有一些情绪的各种的大起伏，这个人可能是你生命中
比较能接得住的人，然后关系又很浓，不会特别淡。在跟很多人在做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好像是你生命里面耳朵倾听能力最强的。因为很多人倾听你的时候没有办法反应，或是很多人就只是习惯听你讲，可是这个人是每一字每一句都会把它倾听进去，然后回应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很在乎别人的意见，这一件事情已经入骨了。那你跟他在一起，在一起之后，他也会把你纳入在他的世界里面。所以你对他说的话，对他说的话，对他讲一些心情低落的事情，他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事情，所以他倾听的非常仔细。好，所以他在某方面来说也算是一个暖男了。可是他有一个东西很特别，他对外可能会很硬、很强势，可是他回来对你却是比较温柔的。所以你会在跟他的朋友之间，你会觉得说。他的朋友会跟你说他的个性比较强比较硬，可是你会觉得说你跟他相处的其实你是感觉不到的。好，那今天短短的选择1号牌的朋友就是这些给你一些小资讯那希望对你有帮助。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第2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今天从这里来看5张牌那我们今天就短短的来看一个重点是他现在在哪他现在在哪，他的状况如何那你们可能的相遇的场地啊，或是大概的时间是什么，就快速的帮你抓一下比较明确的讯息。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人的个性如何来，好。好，这些如果已经有明确的方向的话，我就直接看。那如果需要再加强，或是它这个不明确的时候，我再去补其他的支线出来。来看一下。以他现在状况来说，我觉得他现在算生活赚还蛮多钱的一个时间他现在收获还不错，他可能前1年、前2年的努力，最近有得到一个蛮不错的。大型的收获，所以他现在过得还蛮好的，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这边连接他在这方面心灵上的那个寂寞就出来了。这份寂寞出来之后，他就会比较有一些余力，希望能够找到能够恋爱的人，所以应该你们的状况会在朋友的介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遇见因为他可能单身很久了，这个讯息有他之前。不知道他可能他想要冲事业，他想为他的事业做很多事情。这个时间他埋头苦干很久了。那等到他现在好像比较安定的时候，需要恋情的时候，他的朋友是有发现的。所以你们中间应该会有一个桥梁是共同的朋友，然后发现你们2个都很适合彼此，所以应该会有一个介绍的状况。那之间的话，以时间来说，他这边说的是好像差不多，你们2个人能量各释放能量都已经差不多到完整了，相遇的时间也差不多要到了，只是相遇的事件还没有确定譬如说这边是有介绍了，可是他这边是要用吃饭的方式呢，还是工作上的介绍呢，还是一些意外的遇见，这个能量这边是还没有遇到的那以时间的节奏上来说，我是觉得他是。近的啦，我觉得它没有很远，因为这个能量跟这边能量，还有这一个祝福的桥的能量，我觉得连接的蛮好的。但我还是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翻2张牌，大概抓一下大概的时间的讯息，给你做参考。来这边，好，这个好了，好，给我等一下，我看一下这里。这张牌说好像，我先说这里有说好像前阵子已经有遇到了，可是没有认识到这边有。那这里我看一下吧，38。我都要看比较就像是，他说再来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可能要到接近夏天的时间，可能要到接近夏天的时间会比较好一点好，大概时间上是这样。这个我有一点好奇他说你们之前已经有遇到，可是没有什么很强的连结，这个我觉得引起我的注意，我翻一下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看一下有什么，艺术算应该就1、2、3、4张，
哦，这边说，其实应该你们那个时候要遇见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别的事情，然后那一个聚会他本来要出现，可是他没有出现，所以其实有错过一次很好的东西。好，那也是工作的关系，所以他那时候就没有出现。那其中的变数确实都是工作的关系，就是他本来那一次聚会的时候，他被别的工作给牵引住了，然后错过，跟你们自己做的选择或者什么能量是没有关系的，就有点可惜。因为这边有说那一次见面的能量还蛮强哈，所以才会说这次整个再往下走的话，应该就要等到半年后，所以他这个应该有一种连贯了。我刚说他现在的现况应该是在工作上有一个很强的收获或什么，所以在那一次可能要见面的之前，他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很专心在工作上面，所以他会没有去参加你们的见面或什么的，可能有朋友做介绍啊，他那一次就没有出现，所以你也不知道，所以那一次就真的错过了哈。那所以他现在的状况可能确实，好，从这边讲半年了3个月，我觉得半年对我来讲，应该还有一些事情在变化中了，也有可能会加快了，因为他这个超过3个月以上的时候，哈，以你现在在看牌，如果时间拉到超过3个月以上，我都觉得开始会有一些变数出来，所以我会说它大概是3个月以上到6个月中间，它就会跑出来了，好，然后你要自己再注意一下。那这边有一些他这边有在提示，哈，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并不会立刻发现彼此的存在啊，他必须要有一些沟通平衡，然后你有一个契机，就是他会让你觉得很安心、很舒服，他是一个第一次见面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个人不一定他会懂你很多事情，可是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你不需要包装很多，你不需要很多防备心，你不需要去推销自己的很多的优点或是隐藏自己的缺点，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很舒适、很平衡。哦，这个感觉，这是其中的那个契机。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解释一下他的性格方面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这个人其实有点交友广阔哈，他旁边蛮多人都还蛮喜欢他的，因为他其实能够帮助他沟通很多事情，所以他在工作上应该算是蛮八面玲珑的，而且善于沟通，他能够谈成非常多的好生意，所以他在工作做生意上应该能力还蛮强的哈。他比较不适合做艺术啊，或是那种个人工作是什么，他比较像适合在大公司去做很多事情的接洽或什么的。他应该工作位置还不错，然后工作范围内应该蛮多人需要他的哈。然后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可能有一点完美主义，因为他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对自己的梦想想追求的东西要求很高，这蛮符合刚刚我前面回到这里的哈。他前面有一段时间真的太专注于工作了，所以现在得到收获之后，才发现自己心里有一些空虚的部分哈，所以他的爱情的那一个空间，才就慢慢的就展现出来了，然后那你出现的契机也会。就开始会浮现出来，然后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你们相遇的时候，他应该的主动性会非常强，他对你有特别的感觉，他应该会主动来跟你讲话，他会有一点点莽撞，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一个情绪上的控制方面会比较冲动，所以这边可以回推2个路线。他在工作上的时候应该是有话直说的，应该得罪蛮多人的，可是也做对了蛮多事情的。所以在爱情上，他可能在个性上，他这个上下的调整可能不够精准，所以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这个人好像。第一有点不拘小节，可是第二讲话又太诚实，尤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又讲得这么诚实，所以回到前面这里哈，我就会发现说还蛮符合这里在讲的这一章，就是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实话，你会知道这个人很真诚，可是你会觉得说这个冲击有点太大，因为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可是这个会有一种回音在心里，觉得说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尤其你会发现，你会观察到他跟他朋友的相处里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那个性上的一些小缺陷，譬如说可能有点粗鲁啊，讲有点大声啊，然后表达出有点不够细腻，这些东西如果你摆脱掉，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其实我觉得他算真诚。好，我觉得他真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他不会有财大气粗的感觉，他虽然好像生活很富足，可是你会觉得他在心灵上、灵魂上其实是很丰沛的，因为他的对于这整个世界的概念来说，他觉得自我实践超越了很多物质跟金钱的东西。你会看到他喜欢很多东西，比如说，他可能会，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可能然后会讲到说他喜欢某些鞋子，然后什么东西很好，他喜欢看这些东西。你以为他会喜欢那些？不是，他是喜欢那种感觉，他是喜欢很多东西都有又新颖，有突破，然后超越他原本的观念，所以他对很多东西他会去欣赏他们的好，但他并不会觉得一定要拥有。他对物质的占有欲其实是蛮低的，因为他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超越物质的那个概念。他比较喜欢看到事物的本质到底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上开拓了什么边界，进步到了哪里。
好，然后那些东西会说服他之后，他可能会去买，可是他并不是只是贪恋物质，他是喜欢它本身所带来的那个意义哈，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人哈。好，那大致上就这些哈，今天就短短的帮你捕捉一下那个恋人的一些资讯哈。好，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